我的妻子只能是我爱的人，今天这婚，我非退不可。什么？你们让我嫁给顾元军，我不嫁！顾总，别说你没看上人家，这人家也没看上你啊。我倒想听听这个女人的理由是什么。我不嫁！什么？你这事就这么定了？这个丑八怪能嫁给顾元军，他就偷着乐。晚晴的公司可还等着想见人的彩礼续上资金链呢，答不答应可由不得他。有好戏看了，我得赶紧拍下来。这女的身材真不赖，要不待会我去出个头，英雄就能把她搞到手。顾元军就是那个顾氏集团的总裁吗？这女的装什么清高啊？顾总那可是多少人做梦都想嫁的钻石王老五啊！这是我会读心术了。这个男人的情绪好稳定啊，要不让他帮个忙吧？我不能嫁给顾元军，是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顾总，看你哪？没错，就是他，我已经答应他的求婚了。今天可真够倒霉的。不是这么复杂的情况，我还是走了。周蜜雨，哎呀，江湖救急，下来。周蜜雨，回去再跟你算账。是他。妈妈妈妈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求我帮我打120。姐姐，你随便拉个男的就说是自己男朋友，谁信啊？这下你们该相信了吧？哎，就算他是你的男朋友，那又能怎么样？他再厉害，他敢得罪首富顾家？这男的倒是有几分姿色，等送走了林海月，我就收了你。他就是我男朋友，谁也拆散不了。你自己说，你是不是他男朋友？我找了他20年，竟然在这里遇见了。大哥，求你帮帮忙吧！哎，本小姐跟你说话呢，本小姐跟你说话呢。是，我是她男朋友。哼哼，彩礼都谈妥了，就是爸爸，我要把这个死丫头放到顾家去。这小子一看就是穷酸货，谅他到时候也翻不出天来，随便找个借口打发就是了。爸妈，原来在你们眼中我从来就不重要。任何人都不能拆散我们。这演技不得值一个奥斯卡。可是看他的表情，怎么也不像没想法吧？可是我怎么听不到他在想什么呀？对，任何人都不能拆散我们。你回去！你！这一次我不会再弄丢你了。哎，啊。
怎么称呼来的？周文，周先生。幸好之前已经把名字改成跟妈妈的姓了，不然就被发现是顾妍君了。周先生，老婆啊，你别叫这么亲密，一时间还无法适应，你叫我海月就好。那好，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吧。真没想到周先生是如此仗义的人，今天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你放心，一旦你有需要，我随时都可以配合你离婚。我扫你了，记得通过一下。那我们走吧。可以问一下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顾妍君吗？你没听说吗？顾妍君风评可差了，他们都说她这个人吧，喜怒无常，冷酷无情，简直就是个心理变态，搞不好还有暴力倾向呢。可是我听说她挺受欢迎的。他们有钱人的世界太复杂了，不适合我。真好喝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可顾家毕竟是豪门，有哪个女孩子不愿意嫁给豪门？你就一点也不心动？豪门那都是人家的，我爸妈收了他们彩礼，这不是摆明了要把我卖了吗？那顾家又不是做慈善的，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顾家还债，这种日子怎么想怎么都没盼头。过日子嘛，还是要找像你这样的普通人最踏实啦。干杯！那你现在跑出来，你爸妈怎么办？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我，再说了，我长大了，可以靠自己。你别忘了，你还有我呢。你说你这么会撩，怎么到30岁了还是单身？好奇怪。那不是还没遇到你吗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就少儿不宜了。哎呀，那个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去个洗手间。好险好险，再多来1分钟都要把持不住了。海月，是你，林海月，真的是你，好久不见啊！还真是冤家路窄，出门上个厕所都能遇到前任。这丫头不会是傍上大款了吧？竟然能来这么贵的饭店。原来这家伙的心思这么龌龊。算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什么林海月呀？你认错人了吧？不可能，这不就是你吗？今天我们高中同学聚会，你该不会是没收到邀请，生气了吧？啊，想起来了，赵华是吧？可算想起来了。说好听的就是同学聚会，说难听点就是炫耀大会，我才没兴趣呢。你该不会是混得不好，不敢见同学们吧？大家看看我碰见谁了，林海月。好久不见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我们以前的校花呀！怎么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呀？哟，这么大钻石戒指啊，一定嫁得很好吧？真无聊。他一定是在等我，才一直单身呢。幸好我来了，不然这家伙指不定给我造什么谣呢。海月，既然咱们都单身，不如复合吧。这些年，我也一直想着你。复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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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复合！哎，不了，其实我已经结婚了。林海月，你可别骗人了。你的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家里穷，人又没什么本事，谁会要你呀？赵华可不一样，现在可是开公司做大老板，条件好着呢。大老板我可配不上。女人嘛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，你就别死要面子了。我看这赵华对你也是一片真心。他出轨还冷暴力，赌博欠钱让我帮他还，这样的男人我可要不起。你喜欢送你好吧？你海月，嫁给我吧！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！
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大家好，我是海月的丈夫周文。没错，这就是我老公。海月，没想到你真的结婚了，还找了这么个弱鸡。我结婚好像不用通知你吧？这位是？我是海月念念不忘的初恋，是她的白月光。别，你可别这么说。周文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我年少无知的时候犯下的一个错，我们现在已经不联系了。哎，我跟他解释这么多干什么？年轻的时候谁没犯过错？过去的就过去了。海月以前对我可好，你就不吃醋？那又怎么样？海月现在呀，选择的是我。你，对了，不知道周先生现在在哪里高就啊？就是个普通职员。哼，海月，你什么眼神啊？怎么眼光越来越差了？普通职员，他拿什么给你幸福？两个人的感情好比什么都重要，像你这种把钱看得比感情重要的人是不会懂的。我最喜欢海月三观正的样子。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注意点啊。我老婆我当然要宠着了。不好意思各位，我老公比较粘人。海月，过段日子你就会明白，感情根本一文不值。过日子靠的是房子、车子和票子。您去追求您的远大前程吧，好走不送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没告诉我买了个房。可以啊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好小子，算你有种，以后别让我看见你。走吧，我们回家住新房子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家，看喜欢吗？这房子看着怎么这么眼熟？这不是我的梦中情房吗？真巧啊，看来咱们两个的品味一样。幸好他设计的这套房子根本卖不出去，才能让明宇紧急买到。当初设计的时候，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，验收的时候都说我的设计太不实用了，所以一直没卖出去，算你倒霉。哎，挺好的呀，我喜欢这个，当初可是挑了很久才挑中的，咱俩也算是心有灵犀了。这个房子卖不上价，你一定是图它便宜吧？首付我还是有的，我就是图个喜欢。哦，对了，你爸妈知道我们结婚了吗？啊，我爸妈他们在遥远的乡下，等有机会我再带你见见他们。哎，严俊的婚礼该定日子了吧？哎呀，老爷啊，那大少爷对你的安排好像不是很满意啊。哼，婚姻大事还由不得他任性。林家条件虽然差点，但那块地确实是个宝贝啊。哦，对了，他这几天都不回家，还不知道到什么地方鬼混去了。爸，我哥被小美人缠住了，这几天估计是隔断了。哎呀，老爷，你看那大少爷就算对林家的丫头再不满意，那也不能背着家里的长辈私定终身，让老爷云难做呀。来人呐，这个栗子给我带过来。是。等有机会我再带你见见他们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还真见家长啊，完全没准备好啊。那个，我再去卧室看看。好。这是今晚是我们第一次住在一起，就当是新婚之夜了。新婚之夜，这么正式吗？我也第一次结婚，也不太懂，总是看电视上说洞房花烛、春宵一刻之类的。虽说是新时代的，我也不是什么保守的人，但是这也太快了，很难接受啊。那个，我去洗个澡。啊，好，我在卧室等你。哎呀，糟了，说什么洗澡啊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等不及了呢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当初可是你先对我动手的。
现在害羞了？老婆害羞的样子更好看了。我记得这房子有2间卧室的。你说主，我说私我。因为不知道你喜欢哪间房，我2间都布置了。还真贴心呀。滚滚的雨让我们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脸怎么这么烫？心跳也好快。公司突然有点事，我先回去一趟，你在家乖乖等我。哦，婚事都给你定好了，到时候别迟到啊！林家已经和海月断绝关系了，到时候必然不肯拿祖宅给他陪嫁。要是老爷子知道了，估计又要让我娶林婉清了。爸，我觉得婚姻大事还是要找自己爱的人。妻子嘛，这个位置有个人就行了。女人都一回事，哪个都一样。你现在还年轻，后了就懂了。这就是你在妈死后的半年娶柳兰心的原因吗？我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妈是因为车祸没的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妈是怎么死的，我会调查清楚。爱人是软肋，我们顾家的男人不能有软肋。怎么还不回来？不是说好新婚之夜吗？我就知道他会回来的。来了！你们是？请跟我们走一趟。醒醒，别睡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敢得罪顾家人，胆子不小啊！什么顾家人？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我们说的什么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大哥，你也太温柔了，看我的！难道是做噩梦了？不是梦，是顾家花钱让我们教训你，得罪了。一定是顾元军，一定是顾元军干的，这个混蛋！你昨晚睡觉怎么也不关门呢？不能让郑宇知道，不然会连累他的。我是给你留的门。他心里有我。对了，最近老加班，我想休息一段时间，这地方不能待了，不安全。以后还是少和周文见面了，他是无辜的。行，我也请假陪你休息几天。陪我去一趟乡下吧。我衣服怎么样？周文，你别紧张，我外婆从小最喜欢我了，你放轻松，没事的。那外婆喜欢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好准备一下。小伙子长得不错啊，多大年纪了？30了。30？有点大了呀，男人这个年纪都不好生孩子了。啊？今天太晚了，我去给你们收拾一下房间。哎，我去，哪能让您忙活？我去，你们小两口睡一屋。哎，糟了，忘了家里还有个男人了。
完了完了，难道这就是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吗？开罢了。都是成年人了，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也对，当初可是你拉着我结婚的。老婆，这么着急啊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我胡说什么？老婆，你这就等不及了？身材真不错呀，平时一定经常去健身吧？林海月，你在想什么？人家已经帮你的大忙，你怎么还可以缠人家的身子？我等你准备好。不是吧，外婆，你怎么还带人形监控的呀？嘘，别动，我有办法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怎么看着还有点小兴奋呢？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胡说。加油！这下呀，抱大孙子有指望了。外婆，哟，昨晚那个动静啊，海月累坏了吧？还行，还行。年轻身体好，昨晚辛苦海月了。你少造谣。我体力不好吗？确实挺好的，折腾了大半夜。好了好了，吃早饭吧。你们小两口的私房话呀，留着晚上再说吧。最喜欢吃外婆做的早饭了。小的时候，外婆常常天不亮就给我起来做早饭了。真好。包子好了，我去拿。哎，外婆，外婆，仲文，你说我外婆她不会有事吧？不会的，外婆她吉人自有天相。外婆从小就没过上过好日子，好不容易我工作有起色了，可以买个房子让她搬过来跟我一起住，我好照顾她。你也睡会儿吧。可是外婆，你休息好了才有力气照顾外婆，她只有你了。你先去上班吧，我休息一会儿就好。好。已经是晚期了，除非能请到国际顶尖的医疗团队做手术，否则时间不多了。请，我去请，他们在哪儿？他们很贵，而且不是有钱就能请得动的，除非什么？咱们海城能请得动他们的，只有顾家。海月，你吃饭了没有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关七，你好，住在这里的病人呢？出院了。怎么会出院呢？他还给你留了一封信。谢谢。姐姐，你现在知道得罪顾少的下场了？我知道，我错了，我想通了，我答应嫁给顾延军。那你那个小男友怎么办呀？我会处理的。好，既然姐姐这么有诚意，那我就去帮你跟爸妈求情，但愿啊他们可以原谅你。你以为我真的会帮你啊？想得美！你就在这儿跪到地老天荒。妹妹，只要你帮我这一次，以后你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这可是你说的。
海月，傻丫头，出事怎么不告诉我？你还来干什么？我是你老公，我要照顾你的。离婚协议你收到了吧？你把字签了，我们就这样吧。为什么？婚姻自由，离婚也自由。离婚可以，你给我个理由。理由就是我想清楚了，我选顾延军。你不喜欢他吗？难道顾家又对你施压了？没有，只是我现在知道顾家的好了。顾家有钱有权，是多少姑娘梦寐以求的好人家。以前是我太不识抬举了。你走吧，让顾家看到了我们这样，对我不好。周文，你很好，只是我们这辈子没有缘分。哎，好久不见。是你。当初在国外的时候不告而别是我的问题，现在我回来了，我们可以重新在一起。我们已经结束了。周文，你逃不掉的。我说大少爷，你是喝了多少啊你？好啊，你一个两个都不要我，很好。我们顾大少爷可是海城炙手可热的人物，谁敢不要你啊？离婚协议都送过来了，还不是不要我？我说顾大少爷，你是不是喝酒喝糊涂了你？你不仔细想想是为了什么？是什么呀？你自个儿看看。外婆的诊断结果现在这么严重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林家两位今天去你们家催婚了，还说要让顾家排除医疗团队治病人呢，我就留了个心眼。太好了，我不用嫁给顾延军了。怎么听了这话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呢？告诉你个好消息，那个国际团队说外婆的病情很复杂，是难得一见的案例。出于研究的目的，他们愿意给外婆做手术。那太好了。只等咱们凑够手术费，他们就可以给外婆做手术了。周文，你真是福星啊！我发现自从遇见了你，就时不时的有好事发生。那我再告诉你个好消息吧，手术费已经筹到了，已经打到了医院账户上，咱们现在只需要等国际团队过来就可以了。几百万的手术费，你是怎么筹到的？我找了做媒体的朋友，发动了募捐，大家都很同情奶奶的情况，所以筹款就很顺利。果然，社会上还是好人多啊！幸好路上姐姐劈了个腿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给你熬了鸡汤，趁热喝一点。好好喝，真没想到你这么贤惠，以后家里就你做饭啦。好。不好了，他们说要放弃治疗，而且要拿走外婆账上所有手术费。什么？哎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你？你们这是眼睁睁看着外婆死！姐姐，外婆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还让她做手术受罪，你才是要害她！你们别太过分，钱是我和海月筹的。那又怎么样？海月又不是我亲生的，哼，他没有资格管他外婆的病。你说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吧？
你是你外婆捡来的，没人要的野丫头。难怪你们处处维护着林婉晴，从小到大，吃的穿的全部让给她。明明我只比她大2岁，却还要负责照顾她。我们家呀，管你吃管你住这么多年，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养了你20多年，现在呀，也该轮到你报答我们林家了。用这笔钱报答我们林家对你的养育之恩吧。那是外婆的救命钱，是不会让步的。哼，要不是你不肯嫁给顾家，顾家把彩礼要回去了，我们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啊。再拿一份文件来吧，我们今天呢就带妈出院。今天谁都别想带外婆走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林海月的便宜老公吗？我们要带走自己家的老人，你能怎么样？别忘了啊，林海月是外人，你也是。本来看在海月的面子上，已经不打算跟你们计较了，现在是你们逼我的。你又能怎么样啊？哼，我们林家呀，虽然比不上顾家，可是想对付你这号人呢，还绰绰有余。把之前整理好的材料交给警察吧。年轻人，这是家务事，报警是没有用的。我劝你啊，还是赶紧带海月走吧，要不然等会大家啊都难堪呐。周文，这不关你的事，我自己解决吧。我老婆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好，我们是丰城区公安局，刚刚接到举报，你的公司可能存在严重的经济犯罪，建议查封。调查期间，希望你不要出城，随时等候传唤。是吗？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不还钱？怎么了？还要我钱？没事吧？公司没了，现在这笔钱你们也用不着了。林海月，是你举报我的？不是，我什么都没做。自己做错了事，反而怪别人，你还是好好担心怎么给公司善后吧。这么多年，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保护我。没事的，这笔钱谁都拿不走。外婆的手术会如期进行。好，你累了，我先带你回去休息。有些脏东西还是不要看了，辣眼睛。砸坏了医院的东西，记得赔偿。公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公司到底怎么回事？谁是林婉晴？这怎么回事？现在怀疑你们公司存在严重的偷税漏税，请我们走一趟。这个怎么办呢？老林，你快想想办法！老林，哎呀，你别吵了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现在后悔其实还来得及。周秘书，这是顾总的意思？果然还是因为林海月那个丫头得罪了顾总，让婉晴受罪啊！周秘书，您放心，那个丫头啊，现在还在医院里，我这就去把她绑起来，送到顾家的床上谢罪。林总，你现在还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吗？林海月是顾总的未婚妻，哪怕是她逃婚了，依旧是我们顾家的人。你们这样对她，无非是在打顾总的脸。顾总，他不生气了。顾总。顾人那丫头，顾总的意思呢？只要你们能够争取未来夫人的原谅，他就会帮你们补刑亏空，争取宽大处理。你们干什么？海月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你就不要跟我们计较了，好不好啊？这什么情况？以前呢，都是爸爸不对，是爸爸对不起你啊！看不出来吗？他们是来道歉的。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们竟然还会道歉？是妈错了，妈以前不该那样做。你看在你爸一把年纪的份上，你就原谅我们好不好啊？我要原谅他们吗？他们对不起的人是你，你决定就好。你们走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们。既然你这么说，就是以前的事就已经过去了噻。好，我们走，好走。谢谢你。这位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周文的女朋友。你有女朋友？这位小姐，你最好是离别人的男朋友远一点。该离远点的是你，他现在是我丈夫。
周哥哥，我好疼！姐姐，你推我干嘛？拜托，我根本没碰他。那儿有摄像头，要不我们去查查监控，就知道你是怎么摔的了。周哥哥，我的腿好像断了。周哥哥平时最心疼我了，我就不信他能忍得住。让我来。摔到哪了？要不我带你去拍片子吧？拍片子？那岂不是马上就暴露了？我不要。我好像没事儿了。周哥哥，刚才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什么时候结的婚啊？他说的都是真，咱俩的事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你就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。他竟然真的娶了这个小贱人，看我不废了他！人长这么美，怎么心思这么歹毒？不过我也不怕，放马过来吧。我可是做足了准备，一定要让这个小贱人身败名裂，到时候看谁还敢要他。好了，你既然没什么事，早点回去休息。人家刚从国外回来，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呢。周哥哥，我能住在你家里吗？酒店帮你订好了，就在附近，待会儿就有人来接你。你要是不好意思说谢谢也没关系，毕竟是我老公的朋友，自然也是我的朋友。看得漂亮，不愧是我的儿子，竟然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您家祖宅的那块地。都是您教导的好。想要什么奖励，尽管提。爸，能把我妈的东西还给我吗？这件事不行，但您家的婚事可以作罢。我知道了。来，大家工作停一下，宣布个重要的事情。新老板马上就要来了，以后大家都跟着他好好干啊！我以后就是大家的副总了啊，我也会继续陪着大家。是他，好强大的气场，跟昨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你就是林海月吧？听说你是公司业绩最好的员工，幸会。看我怎么整死这丫头！这位就是我们的新老板苏怡，在国际上拿过众多奖项的著名设计师。我们生活家本来就是做室内精装修的，相信在苏设计师的带领下，我们一定会成功上市，走向世界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所有人的工资上涨50%。你跟我来趟办公室，有事跟你说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放心，我公事公办，咱们俩的私事我不会带到办公室的。王总，这个合同之前我们经理都没谈下来。这个王总最喜欢美女了，你去的话成功率会高一些。早就听说这个王总喜欢动手动脚，把这丫头送过去正好。害人能不能有点新招啊？这也太老土了吧！如果这个项目你能谈下来的话，我给你5个点的提成。5个点，这个单子500万，5个点就是25万，都够给付个首付。算了，拼一把。你还要考虑吗？我接。还有没有什么新鲜货啊？请问谁是王总？哟，这个看人的呀，我是。小妹妹，找你王哥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嫩，该不会是个厨吧？今天有福了。待会儿一定不喝他给的任何东西，就没事了。王总，我是生活家的林海月，找您来约好谈生意的。只要你今天好好陪我，生意的事儿好说。快开始吧，哥哥等不及了。王总，我已经结婚了。没事儿，人妻哥哥也喜欢。王总，我包里装有摄像头，另外一端连着我老公的手机。如果你等一下做什么过分的事情，都会被他看到的。那岂不是更刺激了？敢动我老婆，你不要命了！小心！王腾，你嫌命长直说。
你是谁？我们王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今天这事要是让别人知道王总废了，那王总以后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。我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以后？现在时间还短，你现在去医院的话还能接上，到时候你不说我不说，就没人知道。你等着，不会放过你的。王总要是威胁我的话，到时候说不准我就会到处乱说。你王家一路是怎么靠钻政策空子爬起来的，我可都是一清二楚。带着你的宝贝快点，别脏了我老婆的眼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到家了，我们安全了。不要走，我不走，就在这儿陪着你。是谁敢这么对你，敢这么对我们王家？爸，我不知道。两个废物，你们是这样保护少爷的吗？爸，不怪他们。王总，这是我从酒吧拿到的当晚的监控，您看，这就是打人那小子，有点眼熟。去找到他，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是，王总。哪个不长眼的东西？王总，我送你的礼物可还喜欢？王总。贵公子竟然敢把心思动到顾家少夫人的身上，要是不能让我夫人满意，你王家就准备在海城出名吧。什么？你把王总给打伤了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不会连累公司的，放心，周文，我是不会出卖你的。这是你说不连累就不连累的吗？总之，无论他提出什么样的赔偿条件，我都不会逃避。苏总，大王总来公司了。苏总，大王总来公司了。你捅的娄子，你自己负责，我可惹不起王总。周总你好，王总，这位是林小姐吧？你说吧，多少钱？我赔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今天是来签合同的。啊？签合同？是啊，我儿子说昨天晚上跟你聊得非常好，但是呢，他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催着我现在过来跟你把合同签一下。他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很好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王总，我听说您公子不是受伤了吗？胡说八道，他只是昨天喝多了，摔了一跤，没什么大事。看来周文说的对，这种丢人的事情，他们果然不敢承认。林小姐，合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您签字了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林小姐止步，不用送了，我们自己可以回去。替我向小王总问好。他估计这辈子都不想再听到你的声音了。这合同让他签下来了。这一向以好色出名的王总，竟然没对林海月下手，也太奇怪了。你们的嫉妒都是我的勋章，我就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警告你，再敢动什么歪心思，下次进医院的就是你。走吧。周文，你越爱他，我就越不能放过他。你刚跟素怡说了什么？你猜？有什么是我这个老婆都不能知道的？你这是吃醋了？才没有。你就是吃醋了。放心，我就是跟他说，让他以后对你好点。哎，王总的单子居然是这么拿下的，怪不得今天那老头的态度那么奇怪。哼，就是，谁知道他用了什么手段？没想到平时这么老实的人，私下竟然这样。我就说他没本事拿下那么多单子吧，没想到啊，是走了邪路。刘雅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我帮你洗洗啊，免得啊弄脏了咱们的工作环境。你自己看看，我总算是知道了你上次是怎么赢得我。那几位老总岁数可不小啊，都够当你爷爷的了，你也不怕得病啊？嘿，大家伙儿，你们现在看看谁才是公司的顶梁柱啊？还得是刘姐。刘雅，
你怎么会有这种照片？这重要吗？重要的是这照片上是不是你和小王总？就算业绩比不上，你也不用使这么下作的手段吧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，这条八卦就已经传遍业内了。海月，这件事也只能怪你自己不检点。这是你的离职申请，你签个字吧。经理，这一定是有人要故意害我！你听我解释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太迟了，这件事已经传遍整个业内了，别人都说我们公司不正当竞争，公司的名誉一落千丈。海月，这也是苏总的意思。苏总，你越爱他，我就越不能放过。对，苏总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苏总已经去向合作方道歉了。都这样了，还不如趁早辞职回家算了。我要是他，我都不敢出门。真希望听不见这些。走，我们回家。顾总，我可算找着你了。嫂子的事可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姑父要你马上回家一趟。好。姑父说带上嫂子一起。原本就跟他们已经订婚了，可林家的丫头还不乐意。哼，谁知道竟然私下早就勾搭上了严军，这也太过分了。现在呢，就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这让我顾家的颜面往哪儿搁呀？这件事儿今天必须有个了结。姑父，表哥表嫂带来了。爸，刘阿姨，我们回来了。今天叫你们回来，就是为了你们离婚的事儿。离婚？哎，你们谁啊？离婚这种事儿，轮不到你们外人来做决定吧？啊，你的野丫头，顾家的事情何时轮到你说话？刘阿姨，这是我跟海月之间的事。顾延军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顾延军，你是顾延军？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是。你一直都在骗我。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，回家我跟你解释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现在知道也来不及了。本来你们林家破产，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因为你的丑闻波及到顾家的产业，所以我们不能再纵容你了。对付这种乡下野丫头，只要吓唬吓唬她就足够了。不好意思，那还真不够。海月，别怕，有我在。那件事我是冤枉的，以你们顾家的手段，应该能查到真相吧？林家的女儿本来就上不了台面，何况你连林家的女儿都不是。只要你答应离婚，我顾家是不会亏待你的。原来你们的目的是这个，我懂了。是我出身差，配不上你们顾大少爷，是吧？海月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没有。严军，先不要说话。你的事情现在传得沸沸扬扬，顾家不可能要一个身子不干净的儿媳妇儿。离婚可以，但你们要帮我澄清这件事。还轮不到你来谈条件啊！行，那我就告诉媒体，你们顾大少爷隐瞒身份骗婚的事，到时候看看谁更丢脸。你反着天呐！我是光脚的，不怕穿鞋的，不像你顾大少爷有天大的脸面。海月，你就这么想跟我离婚？是你先骗我的，顾老爷子，你认真考虑一下吧。毕竟顾家在海城手眼通天，这点小事应该不难吧？还没有人敢对我谈条件，从来没有。这买卖划算的，你们摆脱了我这个配不上你们的顾家儿媳妇，我呢也可以洗清了，从头开始。只要我有活路，自然不会再来纠缠你们顾家。说好了，一言为定。择日不如撞日，签了吧。海月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，给我滚出顾家！海月，对不起，我暂时还不能离开顾家。既然你们答应了我的条件，那给我签个合同。我不放心。明宇，这件事你去办一下，把热搜撤了，再把罪魁祸首给我抓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办。那我等结果出来。林小姐倒是让顾某吃惊啊。您过奖了。姑父，搞定了。可以啊，明宇，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本事。这个发布者的 IP 已经帮你查到了，帮你全行业封杀，
可以吗？可以。别磨蹭了，赶紧签吧。到你的部分了。林小姐是个爽快人，不如留下来吃个便饭啊？留下来吧。不，你们顾家的豪门饭，我可没那个福气吃。顾彦君也不像传言中那么可怕，甚至还不错。可惜了，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只是想过简简单单的恋爱，平平淡淡的生活。结束了，就当这是一场梦吧。背后捣鬼的人是谁？是苏怡，苏家的大小姐，很迷恋少爷。苏家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先别动他，犯不着为了一个无名小卒得罪了苏家。好的，姑父。这个林海月，之前抓他吓他，他就是不退婚，现在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说不定后面有什么蹊跷。这样，你继续留意他们俩的动向，如果他继续纠缠燕君，就怎样？就让他消失。明白。我顾风的儿子，绝不能为了儿女情长，耽误了事业。周文，你回来了。林小姐，请跟我走一趟。顾总，人我带到了。得，我们老周家世世代代都是情种，这表哥跟姑姑一样，都是恋爱脑。顾延君这人可真够拧巴的，既然舍不得，干嘛不留我？你先出去吧，我跟海月想单独聊聊。羡慕杀驴是吧？这些都是古董吧？原来这才是顾大少爷的生活，以前真是委屈你了。我没想到你会来。我为什么不来？你不生我的气吗？我应该生你的气吗？我骗了你，我的身份是假的。没错，就是他，我已经答应了他的求婚了。说起来，也算是我先动手的，不怪你。在面对我家里人的时候，我没有站在你这边，你也不生气吗？一边是顾家，一边是我，但凡有脑子的人都会选择顾家的。你果然还是在生气。如果我说我是有苦衷的呢？顾彦君，事到如今你还是不肯跟我说实话，那就当我今天没有来过。离婚协议我没有签字。刘雅辞职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谁知道呢？昨天还好好的。聊什么呢？林海月，你被辞退了。为什么？昨天那件事是刘雅造谣我的，我是清白的。老娘看你不顺眼，想开就开喽。同事们联名举报你，说不想和像你这样心机深重的人做事，我也要照顾到大家的情绪，不是吗？苏怡，你真犯不着这样对我。我跟周文已经离婚了。
真的吗？继续说吧。什么？你说周文的真实身份是海城首富的继承人顾延军？亏你跟他认识那么久，他在国外读书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透露过他的真实身份。那你跟我也差不多嘛。你也配跟我比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家是产业规模仅次于顾家的苏氏集团，而你，我查过你，你不过是一个被林家逐出家门的丧家之犬。既然你是大小姐，他是大少爷，那麻烦你们放过我这种小人物吧。只要你不缠着顾延军，我自然不会针对你。像你这种人，我平时看都不会看一眼。一言为定，我保证离你的顾大少爷远远的。那你就把离职单签了。怎么还要离职？只有你走得远远的，我才放心啊。要是让我再看到你出现在他身边，我可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善良了。小林啊，这里以后就是你的位置了，好好干啊！试用期3个月。这里应该离苏怡够远了，这下安全了。新来的，你去整理下档案室吧。啊？哦。听说海月被公司开除了，也不知道他这几天过得怎么样。好险！进去了。顾延军。我说最近这几天背后总是毛毛的，原来是你。我怕你见到我不高兴。倒也没有那么烦你。今天刚入职新公司，就去整理了一下档案库，发现了一批很有意思的图纸，学习一下。没什么事儿，你就先走吧。这个怎么了？这是我家，这是我妈妈的字迹，这是我妈的设计图稿。就是你现在住的那个家？对，但又有一点不一样啊。哪里不一样？这张图纸上是2个男孩房，但我妈只有我一个儿子。我妈生我的时候难产，生育能力受损，是没办法生第2胎的。会不会是她要收养的一个男孩？但是你家现在不是就有2个男孩吗？顾言是柳兰心带来的，带来的时候他已经7岁了，并不是我爸的孩子。除非我妈当时就知道顾言的存在了。难道你弟弟就是你爸亲生的？那你们兄弟之间关系怎么样？顾言那孩子心思单纯，好像对生意上的事一直没什么兴趣。玩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玩，什么时候学学你哥呀？那他是亲生的，我又不是亲生的，顾家产业再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说不定有你一份呢，啊！老爷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，我要是敢染指顾家的产业，他非得给我杀了不可。其实不是咱的东西啊，咱就不要碰了，咱就负责吃好玩好就得了。儿子，你难道真的甘心一辈子在顾延军的手底下吗？毕竟你也姓顾。是时候给你讲一讲我的故事了。你的苦衷？你还记得18年前一天夜里，你在路上遭遇了一辆出车祸的黑色小轿车？妈，你怎么啦？救我，帮我打120。原来是你。18年前我妈带我出去玩，回家路上遭遇了车祸，要不是遇见你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嗨，我也就是帮你打了个急救电话。那么偏僻的地方，没有你的那一通电话，
就没有我的今天。那天遇见你，我就认出你来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因为这个，这个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。我以后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。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自重。真的就离婚了？我打算等我能重新配得上你的时候，再正大光明的嫁给你。那得等到什么时候？算了，等我查清楚了真相，我直接自己破产好了。你还没有说我们要查什么呢？我一直怀疑我妈的车祸是人为的，但一直找不到有作案动机的人。现在只需要验证一件事了。哎，哥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拿点东西。哎，我牙刷呢？他们背着我妈生下顾言，而我妈早就知道了，一定是柳兰心害了我妈。那我们去找他对质。不急，我会让他为他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那公司那边？这次多亏了你，自从我妈过世后，他们就处理了她的资产，我找了那么久都没有找到，竟然被你碰上了。看来你顾大少爷也不是无所不能嘛。没有你我寸步难行。就会耍嘴皮子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饭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过节？难道是什么纪念日？以前听说女孩子很重视各种纪念日，要是说错了，老婆大人会不会生气？是我们……是你的生日。我生日？怎么会有人连自己生日都不记得，还说你是精英呢？我看你呀，就是个小迷糊蛋。自从我妈走后，就再也没有人给我过生日了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这跟你没关系。你是怎么知道我生日的？我在公司数据库看到你资料了。老婆心里果然是有我的。合着这辈子都听不到他在想什么了呗？急死个人！你傻笑什么？你关心我，我高兴。给你送的礼物。好难看啊！这要是给人看见了，我的总裁形象可就不保了。怎么，你不喜欢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这个颜色不好搭衣服。我在网上学着编的。你那么有钱，我想着花钱的东西，你估计也不稀罕。这是情侣款吗？有什么意义？当然是希望套牢你了。但是这种话我能告诉你吗？没什么意思。之前你帮了我那么多忙，我想着送你点礼物感谢一下。怎么，你就这么看不上？不是，我就是觉得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收起来，免得弄坏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手笨，打的死结，之前还以为送不出去了呢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儿子，现在老天都在帮我们。这张照片要是让老爷子看到，那公司啊就是你的了。妈，一定要做的这么绝吗？你哥前天回来问老爷子你的身份，我看他是一心想要把你赶出去，好独吞故事。儿子，你可千万不要对他手软了。放心吧，妈。顾元勋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就是你看到那样。看来我低估了那个丫头的手段，竟然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了。是我缠着她的。你是顾家大少爷，应该清楚自己的身份。我什么身份？是一个连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资格都没有的身份吗？你果然和我一点都不像，感情都是虚的，利益才是实实在在的。家里给你安排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，是财富榜上排名仅次于咱们家的苏家的大小姐。就算你不让我跟海月在一起，我也不会娶别的女人。哦，是你逼我的哦？你什么意思？为了不让他干扰你的婚事，我们跟他换了个地方而已。来人，
也不知道严军回家有没有危险，我就应该跟他一起回去的。严军，你回来啦！明宇，怎么是你？严军呢？对不住了，我也不想伤害你的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想怎么样？你能怎么样啊？你只要乖乖听话，他会没事的。你什么条件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去见苏家大小姐，然后和她完婚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你没得选。周明宇，你要干什么？林小姐，你可终于醒了。这是到哪一出？顾老爷子的意思呢，是让你永远离开顾延军，再也不要出现了。要是我不愿意呢？那我们顾家也不介意帮帮你啊。你什么意思？老爷子要不要这美女？我也没杀过人，这毫无经验啊。林小姐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以顾家在这片土地上的影响力，区区一个小姑娘失踪了，或者是不见了，应该没有人会在意吧？我外婆会报警的。哦，对对对，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，你外婆手术后身体一直都不太好，她应该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吧？你们怎么能对老人家下手？林小姐，我劝你再好好考虑一下，明天我再来找你。还好我有丰富的被关小黑屋经验，不然我会直接被吓死了。完了，我当初干嘛要去招惹顾延军呀？现在这不死定了吗？顾总，所有林小姐常去的地方我都找了，没有她。监控呢？周边监控我也黑了，也是没有踪迹。继续查，我就不信一个大活人还能人间蒸发了不成？好。顾哥哥，你在家呀？我来看你来了。苏小姐，严军啊，这就是你爸跟你说的苏家大小姐苏姨，你们俩先认识一下。阿姨，其实我和顾哥哥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了。是吗？那我去叫你叔叔过来，你们先聊会儿。顾哥哥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苏小姐，好手段。顾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你怕不是在国外的时候就知道我身份了吧？身份什么的不重要，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。你手上放干净点。顾哥哥好凶啊！怕了。我喜欢，这样才有男人味嘛，我怎么会怕呢？你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顾哥哥，人家才刚来，你就多陪我一会儿嘛。老爷，你看他们两个真是郎才女貌，多般配呀。的确，这一看呢，门当户对啊。顾叔叔好。好久没见啦！没想到苏家大小姐出落的这么漂亮。顾叔叔过奖了，我这次来呢，主要是想看看顾哥哥对婚礼的意思。哦，我跟你爸算过日子了，你们俩八字正合，婚礼就定在下个月初8，你看怎么样？我都可以的，主要还是看顾哥哥嘛。下个月初8结婚，那就是还有10天。只要我1天没结婚，海月就多安全1天。10天的时间足够明宇找到海月了。顾哥哥，你说话呀！我没意见，都听爸的。哎呀，苏小姐，我们家严军啊是个不善言辞的孩子，你别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可他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。真的吗？可是我听说顾哥哥以前是结过婚的。哪里，那都是他年轻的时候不懂事，闹着玩的。是，都是儿媳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我们苏家也不是好欺负的。
这个你放心，我们呐会帮你看好严军的。顾家该不会是想把我饿死在这里吧？周明宇，你怎么还有脸来见我？那我走。站住！你就不怕我下了毒？那你下毒了吗？你猜顾家对付你还用得着下毒吗？算了，被毒死总比被饿死强。他还不知道顾总马上要和别的女人结婚了。顾延军要结婚了，而新娘很显然不是我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心里还有点难受？你还吃不吃？不吃我还有别的事要忙。等等，顾延军，他没找过我吗？他找你干什么？我们早就告诉他你自己走了。他找你又能怎么样？他怎么可能找得到你？得想个办法让严军知道这小子是叛徒。来人呐！救命啊！给我绑上！你放开我！表哥，你这么干着急也没有用，有什么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没办法冷静。海月她那么天真，我爸那么可怕，还有柳兰心，她心机那么深，我现在都不知道海月落在谁的手里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柳兰心？你说柳兰心怎么了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海月通过公司的数据库发现了一张我妈以前的设计稿，原来她早就知道顾言是我爸的私生子。你说顾言是你爸的私生子？我们怀疑我妈的车祸是真伪，结果还没开始查，海月就出事了。我现在真的很害怕，我不知道自己的身边到底还有谁是可以相信的。表哥，姑姑的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就算是人为，现在也查不出来，你还是早点放弃吧。你让我放弃？那可是我妈！如果真的像你说的这样，姑父在这件事里又扮演什么角色呢？真相或许是你无法承受的。周明宇，你骗我！原来这读心术也不是万能的，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呀？也不知道顾元军有没有收到我的信号。周明宇，老爷子到底要怎么样？你给个准信吧。老爷子的意思是……红月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，不晚，你能来就是最好的。想不到他们竟然把你关在我家地下室，我更想不到周明宇居然会背叛我。听说你要结婚了？我爸用你的安全要挟我，本来我想着先答应下来，等明宇找到你再做打算。那你现在什么打算？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带着外婆离开，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再也不会来打扰你。海月，你不要走。如果你觉得离开我是为了我考虑，那这几天我想明白了，没有你的日子我过不下去。小心！海月，你怎么样？海月，没事儿，问题不大。周明宇，为什么？放手吧，你不是姑父的对手。我问你为什么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早该想到以你的能力，不可能这么久都查不到。你为什么背叛我？从小我就在你们家长大，是姑父给了我现在的生活。
我做不到，做不到像你一样忘恩负义。你走吧，这次我不跟你计较，就算我们两清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顾家这么大的产业，你当真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所有？相貌平平，出身也差，一眼看不到未来的人，他有什么值得？他值不值得我说了算。顾家那么大的产，我却连个睡安稳觉的地方都没有。你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吗？顾元君，你从来不缺钱，你根本不知道钱的重要性。顾家你们喜欢你就拿去，我受够这种尔虞我诈的日子了。行，你清高，你追求真爱，从此以后我们各走各的路，我们恩断义绝。安全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你们要去哪儿？谈谈。走。这就是你的选择。是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你应该还记得我说过，一旦你选择这丫头，就意味着你放弃了顾家继承人的身份。记得。你想清楚了，你会失去什么吗？豪车、豪宅、上万亿的公司和光明的前途。顾元君他真的要为我放弃这一切吗？听着我都心动了。那些本来就不属于我，你不一直不放心，才让周明宇看着我吗？明宇也是为你好。失去海月这几天，我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你这个例子，我养你还养出错来了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不是你儿子。滚！哎呀，老爷，千万别气坏了身子啊！是儿爸，您喝点茶消消气。看来是时候把公司交给你了。放心吧，爸，我会好好做的。我帮你处理下伤口，有点疼，你忍着。没事，我不怕疼。胡闹，哪有人不怕疼的？就这，小时候车祸，我肋骨断了3根，我都没喊一声疼。没关系的，以后疼了你就说，你就哭，没关系的。不疼。在我面前不需要逞强。好。怎么了？有这么疼吗？不疼，就是突然有点想哭。本来说好我保护你的，没想到还要你保护。这有什么？我们俩之间还说这个。再说了，现在是我比较有钱，我可以养你。你的伤怎么样？给我看看。自己都伤成这样，还说照顾我呢。没事儿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再说了，明宇他也是收着力了，不然我也被打晕了。还算他有点良心。别动，我给你上药。好了没？我以后绝对不会让别人再欺负你。这个氛围好奇怪。好了，严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周文了。今天是我新生的日子，也是我们新婚的第一天。这么草率？确实啊，好像是有什么事忘记了。不会是收入洞房吧？没有吧？这新婚之夜该走的流程还是要有的。我先去洗个澡。咱们想的一样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被关了好几天了，一直都没洗澡。我们一起洗吧。流氓！小美人，他该不会还在等我吧？哎呀，
可是他说在我身边才能睡得很香哎，而且他还救了我。如果不去，会不会显得太没良心了点？还真是一点心思都没有，该不会不行吧？哎呀，那我上了这贼船可亏大了。晚安，老公。再叫一遍。你没睡着？这可是你第一次喊我老公，那我睡着岂不是亏大了？睡觉。你再叫一遍吧，再叫一遍。我不。以后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缘分让我们遇见？当你靠近我时，这空气都……这家公司就是我们新的开始。没事，我老公是商业天才，他一定可以的。海月，你相信我，迟早有一天我的公司会超越顾氏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可是我们要怎么开始啊？先从打扫卫生开始吧。好的，周总。辛苦了，林总。顾延君，我就不信你这样养尊处优的副少爷，竟然真的能跟林海月过苦日子。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他不就是拒绝你了吗？我们顾家又不止他一个少爷。你知道的，我现在咽不下这口气。好，我给你时间，我们苏顾两家联姻对我们两家都有帮助，你好好想想吧。我来吧。你笑什么？给你看。好啊你，竟然敢从我黑照！请进。周明宇，你来干什么？我当然是来看看顾大少爷离开顾家之后能混出什么名堂啊！不过如此。周明宇，这轮不到你来说话。顾延君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姑父觉得我忠心耿耿，已经把万江文化分给我了。文化公司啊，那不是和我们是对家？就你们这种没头没脸、无名无姓的小角色，也配跟我叫对家？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周明宇，你就乖乖做顾家的狗吧，少来烦我。你说我是顾家的狗？那你这顾大少爷离开顾家又是什么？依我看，你才是真真正正的丧家之犬吧。周明宇，你小人得志用不着这么贱吧？对了，我还真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把顾延俊给带走，小顾总呢也不会这么快拿到公司的权利，我自然也就分不到这杯羹了。我不在乎。哦，对了，新公司开业是吧？我呢来帮你们宣传宣传，让大家看看顾大少爷现在混成了什么模样。周明宇，你最好不要欺人太甚，这是我的公司，你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报警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呦呦，我还以为是顾大少爷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原来是吃了软饭，才开了这么个小公司。我吃的是软饭，你吃的是什么？怎么了？说到你的痛处了，着急了？来，往这儿打，就怕你们了。现在连医药费都付不上了。算了，新公司开业第一天就别和这种小人计较了。滚，滚出去！顾大少爷，开业大吉。你现在跟我一样，要受一样的气了，后悔了没？
你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知道顾家大少爷有多好了吧？你现在回去给你爸认个错，也许他还能原谅你。你不说话什么意思？是不是真的在考虑回家认错的事情？好，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，就当我从来都没认识过你。怎么会呢？我只是后悔没有早点看清钟明颖的罪。大白天的，真是不知羞耻！别气坏了身子，你这身子可是金贵的很呢。苏小姐，这算是肌肤之亲吗？你俗话说得好，打是亲，骂是爱，我就当这是苏小姐对我示好的方式了。左边高一点，太高了，低一点。好，就这样。今天是我们海文化开业的日子，开业快乐！笑一个嘛。我笑不出来。没关系，就算你以前那些好兄弟他们一个都不来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本来想着他们今天来能搭个线，给咱们介绍点业务的。他们来了固然好，不来也没关系，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贪慕顾家权势的人。这种人，等以后咱们发达了，也不要再来往了。好，都听你的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呢？兄弟们，看着啊，这可是他先动的手。哎，兄弟们，看着啊，这可是他先动的手。别打了！住手！哟，顾总，这伤的可不轻啊！你是哪位？夫人真是贵人多忘事，连我是谁都忘了。把你皂手拿开！顾元君，你以为你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顾家大少爷吗？周文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想怎么样？我想拿回当年你们夺走我的东西。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追！怕了，顾总，你让我这辈子都做不了男人了，那我总该还回来吧？不行，我们还没有孩子呢。呸！来人呐，护送顾总去医院。慢着！来人呐，护送顾总去医院。慢着！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敢坏老子的好事！这是我们顾氏集团的总裁顾岩顾先生，瞎了你的狗眼了，敢这么说话？小顾总，失敬失敬。滚！听说小顾总最近刚继承了公司，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啊，怎么还有闲心思来管你这个落魄哥哥啊？我们亲兄弟，打断骨头连着筋。顾元君生是我顾家的人，死是我顾家的鬼，对他的所有冒犯，都是对我顾家的敬。得罪了，哥，你没事吧？我先去医院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。顾元君，小顾总知道你的情况，火急火燎的赶过来救你，你什么态度？不要说了，我哥心里难受，我都知道。既然他不想见我，那我就走。嫂子，实在有困难就跟我说。顾元君，离了顾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以前那些仇人会一个一个找上门。周文，周文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周文，周文，周文！医生，他情况怎么样？情况不太乐观，他要是能醒过来就还好，醒不过来就危险了。看他的造化吧。知道了。对了，住院费已经欠很久了，趁早把钱交了吧。周文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的钱开了公司，交了医药费，就不剩多少了。都怪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
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就被人说是天煞孤星，任何人只要一靠近我就会倒霉，所以我从来不敢靠近别人。好久不见啊！你来干什么？我是顾延军家里认定的未婚妻，我不能来吗？你还真是执着。你看到了吗？你只会给他带来灾难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他到现在还是高高在上的少爷，怎么会被混混欺负成这样？如果不是你的话，他现在还是一个家财万贯的总裁，怎么会落魄到现在连医药费都付不起？林海月，你就是一个灾星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是灾星。从小到大，无数的人跟我说过，谁靠近我谁就会倒霉。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靠近他？难道说你从一开始就是想害他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害他？我巴不得现在躺在这病床上的人是我，而不是他。你以为我会信你吗？你除了会勾引男人以外，我真不知道你还会一些什么。是，我是没钱，我是出身不好，但我也不是随便让人践踏的。你打我，你等着坐牢吧。苏怡，你有钱，你了不起。对啊，有钱当然了不起，我可以请一个最好的律师把你送进去，而你什么都做不了。聊什么呢？这么热闹。柳阿姨，您怎么来了呀？我来看看严俊。苏小姐，你的脸怎么了？柳阿姨，我刚刚只不过是想说林海月几句，商量一下赔款的事儿，没想到他就打我。我想着，像他这么野蛮的人，要不还是送到牢里和他妹妹团聚比较好。您觉得呢？海月，苏小姐说的是不是真的？这监控都拍着呢。海月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你知道苏小姐金贵，这要是打坏了，你可赔不起。既然苏小姐这么金贵，就不该来招惹我这种野人。阿姨，您看她这态度。好了好了，交给我。用不着你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。我自己做的事儿自己当，在病房大吵大闹，可能这就是你们豪门的教养吧。这里不欢迎你们。苏小姐，这是我们的家事儿，我来处理，你先回去吧。怎么一个两个全护着这小贱人？迟早有一天，我要她彻底消失。这孩子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才离开顾家几天，就把自己弄成这样，老头子要是看到了，也会心疼的。刘阿姨，人你已经看过了，可以走了吧？拿着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拿着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要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。你和顾延军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们都是苦命人罢了。我不是来羞辱你们的，我也是贫苦出身，我知道你们现在很难。既然我们说了和顾家没关系，就不能再收顾家的钱。年轻人有骨气是好事，说实在的，我挺欣赏你的。你的目的是什么？当年我嫁过去的时候，这孩子已经不小了，可他一直不肯改口。我知道他心里有疙瘩，还能有什么目的？当然是希望你能带着这个臭小子，永远在外边，永远不要回顾家干扰我儿子。好，我暂且相信你一回。这医药费我已经帮你们结清了，还有，这不是顾家的钱，那是我自己做生意挣的钱。顾家的产业这么大，你不是可以安心在家做贵夫人吗？老爷子疑心重，防着我，而严军呢，他一直又不接纳我，而顾言他就是个不争气的，我能指望谁呀？你以为我在顾家的日子好过吗？啊？辛苦了。豪门的太太不好当的。钟文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刚刚你们的对话我听到了一些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哪里的话，你没事就好。怎么了？周明宇发的消息，说我亲生父母找到了。没想到他居然办完了这件事，我以为他早就忘了。是你让他找的？当时你爸妈说你是捡来的，
我就让他去找了。他好像开发了一个什么软件，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好在是找到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父母是个什么样子的人？毕竟是长大了才被找到的，我也就没怎么想过。那你快去吧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可能扔下你？我在医院能有什么事？顾大公子哥，你是真不怕林小姐回家之后就不要你了？你来干什么？听柳姨说呢，你们穷的连医药费都交不起，这种名场面我怎么能错过？周明宇，你别再刺激他了，他现在情况很不好。这20多年来啊，我从来没有像近段日子这样活得这么痛快。海月的父母到底是谁？哎，你看，我就说他吃不了苦，他还不相信呢。周明宇，你别刺激他了，他现在情况很不好。他不好，我好啊！我最爱看就是他这种天生的有钱人倒霉的样子。周明宇，这些年我家待你不差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这20多年来，我受够了你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现在我翻身了，痛快一回都不行吗？哦，对了，顾彦君，我能给你拍2张，来，笑我，笑我，你怎么不笑呢？走，马上走！怎么，你亲生父母的消息你不想知道了？你亲生父母的消息你不想知道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是想知道的话，就听我的。你有什么条件？离开他。我只有海月了，你也要抢走？我就是看不惯他这副对你死心塌地的模样。周明宇，你这是要我死？在我最需要父母的年纪，他们没有陪在我身边，而现在正是周文最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谢谢。真是感人的爱情啊，真令人羡慕。周明宇，如果你还有良心，那你就告诉我；如果你没有良心，我也不会求你。良心有什么用啊？这玩意儿我好像还真没用。好走不送，你最好不要后悔。没想到有一天还真轮到你来保护我了。夫妻之间本来就是相互扶持嘛。再说了，被我保护难道很丢人吗？没有，被老婆保护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抱歉啊，这个病房被预定了，我这就给你们安排多人间。医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交了医药费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已经交了医药费了。再说了，他现在这种情况，要是去多人病房怎么住啊？这间病房我预定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我们先来的。不光是这间病房，所有的病房我都预定了。现在请你们离开。既然苏夫人发话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就是你欺负了我的女儿。你女儿是苏怡？没错，我女儿何等金贵，你竟然敢欺负她！我的错。只要你让我打10个巴掌，我就可以大发慈悲的让你们继续住。你说话算话。那是自然。好，你打吧。这一巴掌是替苏怡打的。我混！你不要为难海月。才一下你就心疼啦？我没事，我从小也被打习惯了。这一巴掌是我自己打的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从小到大都没有打过她。真好啊，难怪她那么嚣张。进来，报告没有？你报告没有？老公，你来的正好，帮我一起教训这个野丫头。我们苏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面人家啊？怎么让他去医院去打小姑娘？这样子传出去，我苏秦的颜面是何在呀？小姑，今天是我夫人不对，我们向你道个歉。苏叔叔，没关系，这是我老婆的。顾彦君，我给你道歉是看你孤峰的面子上，那丫头是什么玩意啊？也配要我苏家道歉？有这样的父母，能教育出那样的女儿，也就不奇怪了。你说什么？行了，今天的闹剧到此为止，恭喜回家。我还没打完呢，我们说好的。别再丢人现眼了，行了吗？别着急啊，你们一家人才团圆，这么着急就走了？你说什么？苏总和夫人想必还不知道刚刚打的这个丫头是谁吧？哼，不就是林家里一个丫头吗？
不是。那能是谁呀？是你们2位亲手找了20年的亲生女儿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就是小月？周明宇，你给我说清楚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呀！夫人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叫我怎么冷静？我们找了小月20年了。本来还不想这么早告诉你们的，奈何你们自己先过来了。周明宇，你是来看戏的。刚才我看见苏夫人打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在想了，她要是知道自己打的是她亲手找了20年的亲生女儿，会是什么表情？你干什么？老苏，你快来看，她的伤疤跟小月小时候一模一样啊！这是我的亲生女儿。哎呀，我真该死呀！我竟然打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你就是我们的小月，终于找到你了啊！太好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。小月，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虾，来吃一点。已经剥好了，你尝尝。你们不用这样，我自己会吃。我让周嫂已经把房间收拾好了，今天就住家里吧。这就是自己家的感觉吗？就在家里住吧，爸爸已经让人给顾彦君换了一个更好的病房，你不用担心他啊。如果我一直都是苏家大小姐，是不是人生就会顺利很多了？彦君也不用因为我吃那么多的苦。妈妈不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是你，如果知道是你，我绝对不会动手打你的。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没有，我没有生气。哎呀，这女儿刚刚回家，有点不习惯是正常的。小月，你要不想说话，我们就不说了啊，吃饭。那个，我小时候是怎么走失的呀？那天我带你去赶集，一转眼你就不见了。我们报了警，到处找也找不到你。后来听目击者说你是被人贩子拐走了。你妈妈这几年一直很自责，所以我们才教惯你的妹妹。不是没人要的野孩子。妈妈，你有没有帮我调试那个贱人啊？你们今天吃饭怎么不等我呀？李海月，你来我家干嘛？不可以这样没礼貌。妈妈，你今天怎么对一个外人这么好？什么外人呐？她是你姐姐。爸爸，从小到大你都没有这样打过我。你打姐姐，然后姐姐被妈妈打，我这一巴掌，希望你懂点事儿。你说林海月是我姐姐？对呀，我们已经确认过了，她就是我们失散多年的大女儿，你的姐姐小月。我的姐姐怎么可能会是她？她怎么可能会是我的姐姐？小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妹妹一时无法接受我也是正常的。带安小姐回房间，走嫂。爸，你居然为了一个野丫头要关我的禁闭！记住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她下楼。站住！严君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才告诉我？我只是以为姑父不在乎表哥了，我只是想历练他一下啊。那姑父知不知道表哥一直在调查18年前那件事情？你说什么？他们现在怀疑是柳姨做的。你是说你姑姑的死另有隐情？这么久远的事情我也不清楚，我也不想追究了。我只是想告诉姑父，其实表哥一直很在乎这件事情。伯父你好，深夜拜访，贤侄有什么要事？苏小姐说有事要找我商量。
怎么没看见他呀？我有2个女儿，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？伯父有2位女儿，大女儿从小被拐卖，然后呢一直没找到，最近才被认回来。来，小叶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顾家2少爷。爸，我们认识。哦，顾元军的弟弟，我怎么忘了呢？瞧我的脑袋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顾总。重新认识一下吧，顾总。不敢当。苏小姐你好，林海月既然是苏家的女儿，要是顾延军有了苏家的助力，岂不是马上能东山再起？听说顾总现在掌握了顾氏的大权，一定很忙吧？确实挺忙的。最近我哥住院了，他好吧？他挺好的，我爸给他安排了特护病房。特护病房都安排上了，那看来苏家是很重视这个女婿了。啊，这么晚了，你是来找我妹妹的？可惜她今天不在家。是啊，她和她朋友出去玩了。既然苏小姐不在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顾言，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看看我的好妹妹呀。顺便告诉你一句，顾言是一点也不喜欢你。那不重要，让开，我要去找爸妈。爸妈，放我出去！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现在喊谁都没用，爸妈已经跟顾言去顾家了。只要你死了，爸妈就只是我一个人了。只要你死了，爸爸妈妈就还只是我一个人呢。你抢了我的男人，为什么要连我的爸爸妈妈都一起抢走？所以，那被抢走东西就证明那根本就不是你的。只要你死了，他们就还都只是我一个人了。顾元军与顾家没有关系了。好，既然顾元军不是顾家人，那我们也为小月考虑，给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丈夫。你们苏家的事儿，我们不干涉。海月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的身体……我没事，伯父就不在，你就跟来了。幸好你来了，走吧，这个家容不下我。走。顾元军，你就那么爱他吗？既然你这么爱他，我就送你们去地下做夫妻。周文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没受伤吧？苏怡，你冷静一点。厉海月，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周文，你坚持住，我马上打120，你坚持住。没事的，没事。你身上有伤，怎么还那么拼？我说了，我会保护好你的。喂，120，是120吗？我周文，周文，老公，你醒醒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你醒醒啊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有没有人？周文。我还没死呢，就开始哭丧了。你吓死我了！我说了，我命可是很大的。怎么了？啊？小月，不用担心，他会没事的。我们已经安排了最好的病房和医师团队，他怎么就自己跑出去了呢？他就是担心我。我听说啊，
他因为忤逆家主，已经被顾家赶了出去。他现在已经不是高高在上的顾家少爷了。那不重要。怎么不重要？你是我们苏家大小姐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嫁一个没有名字的一个小人物？可是他是为了我才放弃了顾家的一切。是啊，他做的一切我很感激，所以我们就给他安排最好的医疗团队，就是让他彻底的好好的恢复。他的伤都没好，就着急忙慌的到家来找你。我看呐，他是怕你回家跑了。他是担心我的安危，所以他一直都不喜欢我。你们姐妹的事情可以慢慢适应，但是这件事情要趁早处理。我们相处那么久的时间，也是有感情的。傻丫头，记住，生意场上是没有感情，只有利。你是我们苏家大小姐，你不能不顾家主的。苏家的豪华，我是一天都没有享受过，现在就要让我承担苏家的义务了。哎呀，你这孩子说什么呢？爸爸妈妈也是为了你结婚以后有个安稳的保障。早干嘛去了？现在知道来关心我，晚了。这就是你们说的给我的赔偿是吗？小月啊，你爸爸也是一时在气头上啊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伤口裂开了，我们给他重新缝合了一下，问题不大，一切给他最好的安排。苏总放心。好，谢谢。小月，刚才爸爸说的话，你考虑一下。我们有事先走啊，改天来看你。走。想什么呢？已经剥好了，你尝尝。你们不用这样，我自己会吃。小时候做梦都想有一对关心自己的父母。没事吧？怎么了？你想什么呢？我不在的时候，是不是发生了什么？没事，我有什么你就直接告诉我，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个样子。没事儿，就是我爸妈催我回家，但是我想留下来陪你。多大点事儿？你找到了亲生父母，还是回家多陪他们相处一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小野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家吧。去吧，我这个样子跑不了的。真抱歉，刚见面就要分开了。我们不知道你长大后的喜好，只好每年按照自己的猜想给你布置房间。刚团聚就又要分开了，就当从来都没有找回过我吧。姐姐，我劝你最好是趁早滚出我的家。我真羡慕你，从小到大一直被家里惯着。我走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家里打扰你。糟了，他一定是要去找顾延军，我今天一定要拆散他们。你这个妈，姐姐她撕了照片自己跑了。你说什么？给周文送枝花，换换心情。姐姐，我错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是我错了。你这是又打的什么鬼算盘？爸爸一听说你要走，他心脏病都发了，现在病危，爸爸就是想看看你。你说真的？要不是爸妈看着，我都想直接把你送去喂狗了。送大小姐回家。海月怎么一直没回我消息？该不会是出事了吧？该不会是直接过来看我，想给我个惊喜吧？燕君呢？叔叔看你恢复的怎么样了？快好了，谢谢叔叔关心。
你在等海月。这里有封信，你好好看看。他要写的话都在里面，这也是我们家长的意思。他希望你不要再纠缠他了。不会的，海月不会离开我的。哼，你放弃过他，他不放心你也很正常。他离开你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，他为什么守着你？我会照顾好他的，我不会让他一直吃苦的。顾彦君，你好好想想，海月自从认识你，他遭了多少的罪？顾彦君签字了。素仪，你这模仿笔记的手法可真是厉害，顾彦君是一点破绽看不出来呀！啊，顾彦君现在走了，姐姐她也可以安心的嫁到顾家去了。没想到你是真心为你姐姐着想，辛苦你了。妈，说什么呢？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姐姐要结婚了，我来通知你一声。时间会证明的，我才是最爱你的人。素仪，我告诉你，我就算这辈子抖光棍，也不可能娶你。顾彦君，你在高贵什么？我素仪这辈子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就算是我想要天上的月亮，我爸妈都会想办法摘下来给我的。你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我？那是你自己下贱，上赶着被羞辱。我上赶着被羞辱。可以，我姐姐3天之后就要结婚了，你也不会好过的。你记得要来她的婚礼哦。姐姐，你醒了。爸怎么样了？你还知道关心爸爸呀？你不是一心一意只在乎你的好老公吗？爸没事儿，这是爸爸给你的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你和顾言的婚礼啊，就在3天之后。我已经和顾彦君结过婚了。这是顾彦君的字迹，你应该不会不认识吧？是顾彦君的字迹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顾彦君他是一个好人，他应该也是希望你可以真的幸福吧？我不信，我要亲自去问他。你之前的隐藏资产我都帮你处理好了，现在都可以直接拿去用的。顾言的生意拦截下来了没？顾氏的股票现在正在飞速下跌中。很好，这段时间辛苦你陪我演戏了。走。我说过了，他已经走了。他竟然真的走了，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姐姐，不要再管他了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准备和顾言的婚礼吧。不，我要回家。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东西都没了？他这是什么意思？还不明显吗？他走了，他不要你了。公司交到你手上才几天，你看股票都跌成这样了，你跟我解释一下。爸，我真不知道啊。那之前公司在你哥哥手上可是一点事都没有的。哦，爸，苏家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，只要我娶了苏家大小姐，吞并苏家的产业，我们家一定可以渡过难关。好，我再相信你一次，这一次搞砸的话，我就把你哥叫回来。放心吧，爸，我肯定不会搞砸。新娘怎么感觉今天有点不太开心呀？
顾彦君，此时此刻的你在做什么呢？你知道我要结婚了吗？姐姐，你的新郎来了。我来看看我的新娘。顾言，你到底几个意思？你明明就不喜欢我。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？我只知道我们苏顾两家常年排在财富榜的前后位，所以啊，我们就是天生一对儿。我是你嫂子，那又怎么样？不是离婚了吗？我是不会嫌弃你的，苏大小姐。顾言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天底下女人那么多，如果你想和苏家联姻，也大可以选择苏怡，不是吗？这天底下但凡能让顾延君痛苦的事，都是我高兴。苏小姐，家暴可就不好了。典礼马上开始了，好好准备准备吧。知道不好，还对他动手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！在这美好的日子里，今天有请一对新人登场。顾延君，怎么是你？不是我还能是谁？顾言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婚礼照常进行。你这个逆死，你想气死我是吧？爸，这大喜的日子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可别让妈看了笑话。你说什么？爸，妈当年的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吧。车祸原因，当年警察已经搞清楚了。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警察呀？柳阿姨，是你干的吧？不是我，怎么可能是我？我调查了当年撞我妈的车辆，就是柳阿姨你名下的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查吧，无论你怎么查，最多也只能查到这儿。难道还另有隐情？我们调查的所有资料都指向你，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解释一下吧。是啊，车子是我的，开车的人也是我的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天为什么车子就出了问题。彦君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伤害你妈妈的，请你相信我。叫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彦君，你不是早就知道顾言是你爸的亲儿子了吗？我要是想上位，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顾言6、7岁呢？我早就知道你们家的所有一切都是靠你妈妈打拼来的，我能跟着一起分一杯羹，已经很满足了。早就料到他是个蠢货，这种话也能说出来，让他顶罪也不冤枉。我知道是谁动的手脚，顾叔叔，是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可能是我？那可是我自己的老婆孩子。怎么回事？这丫头怎么会知道一切都是我设计的？爸，真的是你。你当年其实是想一时暗怒，同时除掉2个女儿吧？怎么会连这都知道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胡说八道！你有证据吗？不巧了，真有。你同时为他们俩购买了2份巨额保险，是想着无论他们谁死，你都不会亏。顾风，原来你一直都没信，你的良心呢？为了霸占周家的财产，你竟然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动手，顾风，你可真不是个东西！没错，顾风，我的父亲，他就是一个忘恩负义、吃绝户的白眼狼。在场的所有合作商，你们还愿意和顾氏集团合作吗？你们别听顾彦君胡说八道，他疯了！你的顾氏集团完了。走吧，我们回乡。来。对了，你爸情况怎么样？精神病院的医生说，他这辈子不可能恢复了。那他也是自作自受。老婆，我还是很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他那些秘密的？我可是花了很长时间，什么都没查到。告诉你个秘密，我会读心术。